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今天晚上来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大灾问》第12集。在进入主题之前呢，我们先来聊一聊。20多年前呢，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有一次啊，我回到台湾了，跟一位久未谋面的老朋友呢叙旧。这位朋友呢，在那个时候的10多年前呢，曾经遭受他一位朋友的误解而彼此呢心生嫌隙啊。那这位朋友呢，他因此心灵呢受到很大的创伤。后来几年前呢，我们再度碰面了。那次碰面呢，他又跟我谈起我以为是另一件人事上的挫折，我也耐心呢倾听他的牢骚跟怨怼。本来我心里想说要如何来开解他并且与他分享对治之道。但是呢，他一边讲我一边听了，我越听越觉得不大对劲了。为什么？因为他跟我谈的这件事情是他以前跟我提过的同一件事情，他经过这么多年了，他不但没有把它忘掉了，还随时拿起来呢加深记忆。这样心田种满杂草，怎么能够开出智慧的花朵呢？生活怎么能够清安自在呢？其实啊，这个就好像是鱼缸里面的水一样啊。鱼缸里面的水质是混沌不清呢，充满了不利于生长的杂质。这个很容易让鱼得病，甚至让鱼呢提前结束生命我相信在座如果养过鱼的人都知道，任何大小水族箱都要配备一个过滤器。小的水族箱呢就用小的过滤器，大的水族箱呢就用大的过滤器。目的是要什么？有效过滤水中的杂质，水才会清嘛，水质才会好，生活在里面的鱼呢才不会生病。人生的道理何尝不是如此？环境要保持干净比较容易，心境要保持清净的就不容易。一般人呢可能还做得到每天打扫屋子其实我们每天都要打扫屋子嘛，对不对？习惯了嘛。但不是人人都会记得每天也是要打扫自己心灵的殿堂，也没有这种习惯呢。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呢，不去做无谓的回忆跟计较，这个叫做无悔对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不去做无谓的想象跟担心，这个叫做无忧了。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未来的我们还在规划中只有把握现在，务实跟及时的发挥功能跟良能，这样活在无悔跟无忧的实际生活中，才是真正的活在当下，生命也才会有意义的。《金刚经》有讲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就是这个意思。连现在心都不可得，因为当我们讲现在过了没有？过了，不是现在，已经过去了，过了几秒了，已经成为过去了因为时间挡不住了。所以正言上人就讲把握当下，恒持刹那，也是这样的道理。如果没有把握当初看到地上一滩血的这个刹那，把它恒持下去，哪有今天全台湾7间的慈济医院呢？当初的1秒钟把它恒持下去，变成一辈子这个是启示我们什么？活在当下及把握当下的重要。一个人呢，如果一直不断的在回忆过去，或者担心未来也好，这样就是与心灵不契合了，心灵就不会有喜悦，因为活在过去会担心未来嘛。那怎样才能够契合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将有益心灵的牢记心头
无益心灵的放诸水流啊！这也是一种尽向取舍的生活智慧。菩萨不但可以眼观四方，耳听八方，但也同时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啊！可见可不见，可闻可不闻，见而不见，不见而无所不见，闻而不闻呐，不闻而无所不闻呐。同理哦，看起来是无为，看他好像没做什么事情；看似无为，实则无所不为。这个就是老子无为而治的境界了。最高的管理境界叫做无为而治这些都是很美的意境的那大家可以把刚刚这几句话把它记下来，慢慢去参，不会很难理解的。所以无论是好的或坏的，听听就好，看看就好，不要一直放在心上，放久了就变成垃圾一堆了，机构就难除了。所以想要生活清安自在，放久了你就怎么，你就是很难把它清除掉了。所以想要生活清安自在，就要学习该记的忘不了该忘的记不起这样尽向取舍是清清楚楚，就是心地的环保呢做得很好，这样心灵才会喜悦，日子才会过得清安自在所以一个人如果一直在回忆过去怀念过去，或者是担心未来，烦恼未来，基本上呢这个人不能算是活着。因为呢我们正忙着回忆跟担心呢，那不是生命生命不是活在想象中跟回忆中而是必须实际体验，也唯有实际体验才能让生命有意义有价值而实际体验就发生在生活中生命中的每一个当下活在当下就是意味着掌握了生命的全部了。所以有人问上人嘛，请问什么是永恒？上人回答，当下就是永恒1秒钟就是一辈子刚刚有讲嘛。这个启示我们什么？连接每一个当下就是永恒。要怎么连接每一个当下呢？前提就是要先把握每一个当下嘛。你没有把握，怎么去连接呢？对，也就是把握每一个因缘的意思了这个需要智慧，所以才说把握因缘就是智慧嘛。这句话，举个例子来讲呢，大家会很清楚。我们把从小到大不同年龄阶段的相片，随便好了，拿个50张就好了，拿在手上或者贴在纸板上也可以对着镜子照。请问镜子里面有几个我？50个还是51个？如果这50张的相片都是我的话呢，那岂不是有50个我吗？然而我应该只有一个，我不应该有50个我嘛？对，我应该只有一个了。哪一个？就是站在镜子前面的这个自己，不是相片中的自己。相片那个已经过去了。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实当下的我才是真正的我啦。所以能活在当下的人呢，才有可能做到心上无痕跟不至心中。这句话我们已经提过好几次了心上没有痕迹，没有什么事情常至心中，心中常常保持怎么样？空荡荡，很净空的，心无定见的意思了最美的心地功夫就是这个。但是呢，凡事要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到最后放下它，这个就要从小事开始做起否则呢，谈何容易我们常常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呢，可以做到面对它，接受它，尽心尽力的处理它，前面这3个都做得到。但是对于应对
接受它、面对它、处理它的之后的结果呢，很难做到第四个放下它，也就是大多数人都可以做到什么？事来即应啊！事情来了，你就要应付它，你不应你也逃避不了啊，硬着头皮去应付它。所以事来即应，不管你主动去应付它，或者被动应付它，你都会事来即应，大家都做得到。但是很难做到什么？应过即防啊！很多人都可以做到事来即应，事情来了应付它，但是应付过后很难做到应过即防啊！就像我这位朋友一样啊，经过10多年了还放不下，很爱讲过去，没有经过锻炼的心，很容易呢欲缘生心啊。什么意思啊？很容易对境起心的意思的，很容易被这个环境，很容易被这个情境影响我们的心念，动不动就是起心动念的意思了。欲缘生心呢，会很计较的把一些事情放在心上，挥之不去，造成什么？执着事项而落入人与事的纠缠之中啊！这个在我们生活中都是这样子的，有时候我们自己不小心也会这样子啊。曾经有人呢请示正言上人请问上人啊，当人与事就是说问上人说，上人，你每天面对形形色色的人也要为人们处理很多疑难杂症请问上人，你是如何掌控自己的情绪啊？上人就回答了：当人与事在我面前出现的时候，我就像一面镜子，完全反映出来；当人与事离开的时候，这面镜子又恢复原来的样子，一片净空啊！这句开始这个是呢，大觉者活在当下的心境写照，也就是上人所讲前脚走后脚放的生活哲理就是这样子。其实人生只能记忆，不能回忆可以记忆，但是不要回忆过去陈年往事，无论是痛苦的或甜蜜的，只要去回忆呢，都不是很有意义的，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才说一句话：宁愿记不起，不要忘不了。什么意思啊？好事记不起，就不会陶醉或执着在过去嘛。那坏事记不起，那更是好事一桩嘛。对，那不要忘不了呢的道理也是一样啊。不要忘不了，就是你要忘记它。所以跟身心灵无关的东西呢，把它忘记没有关系。但是跟提升心智有关的这些事情，都要该记得忘不了。我那一位朋友最近呢，我们还有碰面我很担心他会不会再提那件往事这一次呢，他没有提了，但是呢，不是他的功力提升因为这位老朋友呢，年纪也快80岁了开始有一点的失忆症了，很多事情呢他记不起来了。那这样到底是庆幸还是不幸呢？真是岁月捉弄人我很感恩这位朋友，因为无人不是法，每一个人都是一部经，因为他的视线让我们有以上这些的体悟呢，来互相分享，是吗？好，现在我们呢就进入今晚的主题大哉问。我们这样的一集一集的讲今天晚上已经讲到第12集了。好，第一题的提问有大德提问他问他说为何宇宙大觉者，慈济里面有一尊那个宇宙大觉者琉璃佛，请问宇宙大觉者的法相看起来不是一般佛陀的法相，而是像上人的法相，为什么为何宇宙大觉者的法相不是一般我们看到的佛陀的法相，而是像上人的法相？那问这个人就问这样为什么那我就回答他啦。一般佛堂或者寺庙里的佛陀法照，
跟木雕、石刻、泥塑及描绘的等等的佛像，也未必就是真正佛陀的法相了。其实没有人看过佛了，对，佛当年也未曾留下影像嘛。目前呢，坊间的平面及立体佛像都是凭意会去临摹而来的。每一个朝代的佛像造型也不尽相同啊，甚至不同心境的师傅也会雕出或画出意境不同的佛像。所以佛像像谁呢？不必太在意了，也不重要了。心外无佛也无魔了，佛魔都是我们心中了，自己心中所造了叫做一切外相都是自信的显现嘛，叫做什么？叫做相由心生，境由心转就好像什么？每一个人在看天空的云彩的时候呢，各有不同的解读。甚至心情好坏呢，看到云朵都会有不同的感受。但如果能明心见性，则不同形状的视线，其实呢，它本质上都没有变的，都是云彩。这就是什么？见人就见性了，见物就见性了。各位如果有去过新加坡都知道新加坡有一间佛牙馆就在市中心靠近牛车水的附近当年开幕启用的时候呢，引起各界的争论由于那个佛牙馆里面展示的那颗佛牙呢，比一般人类的牙齿还要大颗，所以牙医界认为呢，这个不是人类的牙齿了，所以更不是佛陀的牙齿了。那佛教界很坚定的认为，这个是有历史记载的佛牙那当地的记者也来采访我请我以实际的观点来做个评论我简单跟那位记者讲佛牙是真是假，有什么好争论的呢？佛牙是真是假也不重要，正信的佛法是心念若诚，假佛牙也灵心念不诚，真佛牙也不灵我们家里所供奉的石雕或者石刻或木雕的佛像，也不是活生生的佛但是它只是在提醒我们，见佛像就如见佛，要起恭敬心。所以外若离相，心即不乱；外若着相，内心即乱。学佛就叫学习，不要妄心分别啦，叫去妄归真舍妄取真返璞归真这样就是什么？非妄非真非真非假没有什么真跟假的问题。所以看见佛像要起恭敬心，起欢喜心，不要妄心分别，就不会心存挂碍了心经里面有讲嘛，心无挂碍，心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就是这个意思嘛好，第二题，慈济人常常说上人说上人说，这样会不会把上人神化了呢？这个也是问题小时候我们常常把爸爸说妈妈说挂在嘴边小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小时候也是爸爸说妈妈说那是对父母的尊敬跟服从上学之后呢，就开始怎么样？老师说当爸爸妈妈跟他说什么不行，这个老师说都是老师说因为他尊师重道这些都是我们生命成长过程中的蜕变那投入社会工作以后呢，开始追求身心灵的成长，也从走入人群中去体悟呢，这个人生是苦，人生无常那这是慧命找到的真实之道了解生命真正的道理在哪里那慈济人慧命的母亲就是证严上人。上人严守清规戒律，以自己的克勤克俭克苦克难的身教去体现，以自己为佛教为众生的悲志愿行
对大家无声说法，教化了无数迷茫的中的芸芸众生啊。这样子的高山仰止、谨信行止啊，足以作为我们慧命的导航师啊。所以慈济人有缘进入慈济，常常会把上人说、上人的开示啊，上人说挂在嘴边。这个是什么？敬师如师在，敬佛如佛在，敬师如敬佛，是圣化而不是神化。我以前有几次因为新书上架，在大陆上架去巡回演讲啊，当地的会众都是叫主讲者叫老师，都老师，这个老师那个老师，这是他们对主讲者一种尊称啊。我自己也不敢讲我自己是老师啊，因为还在学习，学不完啊。但是全球的慈济人跟会众这么多，加上众生的根基本来就不整齐啊，难免有人会将上人神化，没有错啊。即便如此啊，那也不是上人的问题，那是弟子跟会众的问题嘛，对不对？好，第三题，有一个大德问他说：“我曾经听你演讲听我演讲你说幸福快乐的人生必须做到看重点、听重点、说重点、做重点，请问这个重点是指什么？重点呢，不一定是人人都在意的事情，或大家都喜欢做的事情，或自认为是对的事情即使对的事情也有轻重缓急之分更何况即使是对的事情，也不一定是我们马上要去做的事情。大学里面有一句话讲这个以前我们也讲过了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意思是说，人生如果在做人处事上可以把本末、始终、先后等等的次序分别清楚，这样按部就班、井然有序，就是接近真理、接近天理的啦。这样就是抓到重点了。那很多人投入慈济菩萨道那他们菩萨道的一个行动纲领是什么？佛心师志，依教奉行。任何的佛教徒，他对他的皈依师父一定是要依教奉行嘛，这是最基本的尊重跟恭敬而佛法也是在这样的恭敬中呢，往内探求，这个是关键，不能往外，往外是外道往内才是正道这个就是关键，就是重点，也是重点。净师法脉呢是慈济宗门的法源就好像什么重串的重头所以这个法脉是行动纲领，就是重点，就是这个重头呢，它就是什么？它就是净师法脉，它就是重点把这样的理念呢用在日常生活中，则重点可能是一件大事也可能是一件小事。重点也可能是一点点叫做重点，也可能是全部都是重点，甚至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你看起来没什么，它是重点。但是呢，如果掌控不好的话呢，有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牵一发而动全局对吧？所以俗语说了，勿以善小而不为嘛，勿以恶小而为之嘛。对，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个善小与恶小都是小事，但是知识体大，影响深远这个就是重点。对，一样的道理你说一善破千灾，不是只行一善就可以破千灾，是累积无数的一善，关键时刻的一善才有可能破千灾。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小善就是重点这个刚刚讲嘛，这个当下你没有把握的话，怎么可能永恒呢？所以这个当下也是重点所以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告诉我们无益身心的东西不要去看，勿视嘛，视就是看。不正确的言论不要去听，非礼勿听。
没有营养的话呢，不要去说，要说就说雅言正语，非礼勿言呐。没有意义的事情不要去做，不要浪费时间。做得到，就叫做去无存精呐，也就是你的生活品质呢很精致，这个就是重点。人生如果要过得幸福快乐，条件因素很多啊，你要抓到重点，你才会幸福快乐啊。刚刚这个人不是，刚刚这个大德不是问吗？对，你说幸福快乐的人生必须做到等等等等，对不对？你说幸福快乐的人生，那幸福快乐的人生是什么？条件因素很多啊。简单讲幸福快乐不是拥有的多，是计较的少。重点，幸福快乐不是拥有最好的，而是把什么都当成最好的，也是重点。幸福快乐不是拥有的多或拥有什么，而是你想的是什么，这个是想的什么也是重点。但是如果要幸福快乐以外，再加上活得有方向、有目标、有意义、有重点，要让生活活得很精致，那就要再加上孔子讲的这个4个条件。刚刚讲的4个条件这个4个条件4大重点作为我们的行动纲领一旦做到了，人生才算抓到重点对，好，第4题，在志工的活动里呢，我是这个人自己问的，他自己讲在志工的活动里面呢，我是尽力奉献的，而且也主动承担，但是却有人呢背后说我呢没有你呀，慈济依然会做得很好啦。他这个人说，我听得很不舒服，应该怎么办这个在人群中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的所以才说别人无心讲，不要有心听；别人有心讲，更要无心听。智者轻轻讲，我们重重听；凡夫重重讲，我们就重听，耳朵重听，听不？你要这样子能尽力奉献，那是我们的福报嘛。你一直在尽力奉献、主动承担那是你的福报。有些人要这样的做也做不到因为服从做中得欢喜，你可以做出很欢喜的事情但是不要因别人一句无心之言而产生烦恼。所以要怎么样？会从善解得自在。你要善解，以前讲过嘛，对，善解的人才能够解脱嘛。其实被人说的那一句话，理论上是没有错的那一个人说他，你没有你在，慈济也可以做得很好，这句话是没有错的。慈悲济世的工作不会因你不在而停下来。这句话拿来针对别人讲，就变成一句风凉话了。这句话本身是没有错的这样就你拿这句话来针对别人讲，那这样就不好了。法船来了，你要把握因缘跳上来，那是你的智慧。你不上来，或者你本来在船上，你跳出去了，法船不会因为你而停下来，还是继续往前迈进。不会因为没有你，船上没有你而停在那里，不会的。所以那个人讲这句话是正确的，是有道理的。那既然这句话是有道理，我们就依法不依人嘛，依这个正确的道理，不要依那个人，这样就是分别智。做不到呢，就会因人乱了心，叫做自乱阵脚，自寻烦恼。但是对方意有所指，对着我们讲这句话，我们听得会很不舒服，这个我们就不要学他，叫做见不贤内自省。也就是对方说话不看对象、不看颜色的这种习气呢，我们不要去学他这个要清楚切割把它清楚切割，把人跟事分开，就不会起烦恼自己要不要把握因缘精进投入，那是自己的事情。别人要不要人言可畏，那是别人的事情。我们只有将人言可畏妙用为人言可贵这样才是转进跟转念的功夫了得。不但不被他影响，反过来还要妙用他这是妙法。
其实看到别人在行善造福，在付出我们应当怎么样？见贤思齐啦。你没有做，但是看别人做，你给他欢喜赞叹，这样也是有随喜功德的。但我们要善解，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做到这样的正信正念，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也不是每个人都懂得说雅言正语。所以听听就好，不要放在心上了。刚刚讲不是吗？放下嘛，就意思嘛，对，也是善待自己的啊。好，第5题，有一些比较资深的志工常常自以为是，并存有我比你资深，你应该听我的这种心态。身为一位新进的志工，对于这群自认资深的志工，我们要如何应对？这个问的人可能就是一位新进志工了哈。资深的志工要时时自我醒觉，是时间很资深，还是修养很资深呢？上人的曾经的辞示他说，带领志工不是只有传授自己的经验跟心得，而是要以德去服人，并且说自认为自己资深，要大家都听他的，并以自己的头衔或权力去指挥一切，这是落入凡夫的烦恼境界这句话是上人的开示所以既然自认是资深，更应该有良好的风范跟身教，如此才能服人先服心，正人先正己，才能够自度度人嘛。新进志工需要资深志工的带领，你刚进来很多东西不懂，资深的带领之前的所以之前的应该有一份虚心求教的尊重。如果资深志工的，你应该听我的像这种口气呢，如果确实是正确的决定就我们带着感恩心全力配合嘛，他这句话是没有错的嘛。人跟事分开对，我不喜欢你这个人但是你讲的这句话是对的我就是针对这句话依法不依人如果你该听我的是一个不恰当的决定，我们也不必立即反弹沉得住气，我们可借由会议来互相讨论，来达到共识嘛。或在这件事情的那个有关的会议中呢，大家以法会的精神来集思广益，并重新评估或调整，这也是一种解决歧见的智慧人生的路有时候要懂得转弯路才会好走，处理事情也不必事事都直来直往有时候也去懂得什么曲直向前有弯曲有直行，最后还是向前的啦最后也是会到达目标嘛好，第6题，有一位新进志工向我提及了他这个问，他说有一位新进志工跟我提及不是跟我了就跟这个问的人因为在会所遭受某位委员的不友善对待，而产生了退心，心里不舒服身为干部的我，已经跟这位新进的志工谈了很多次还是没有办法开导他。想放弃吗？又觉得可惜，因为看他相当精进那怎么办呢？这个真的是左右为难的那么精进，可是呢碰到一点挫折呢又停滞不前这怎么办？其实这个是在人群中做事的必修课程，等于是小学里面的1年级功课，一年级功课完成了才能够继续读到2年级、3年级、4年级等等已经进来做志工那是可喜可贺做得很精进就是可圈可点，而能够在忍辱中精进，那更是可歌可泣但如果因为一点点的人事问题而起心动念，起的退心，那是可悲可叹所以上人教诲慈济人在忍辱中精进6度万行中放在忍辱之后的是什么？布施、持戒、忍辱，后面接什么？精进嘛。
对，受辱之后，后面就要接着什么？精进，越精进才会越早脱离险境。你停滞不前，就会跟这个逆境呢纠缠不已啊，捆绑一起啊。对，所以这个精进放在忍辱后面也是有它的道理啊。被人不友善对待，甚至被人家冤枉、误解、羞辱、凌迟等等，而心灵受伤，心生不悦。即使真的是对方不对，我们也只能自我替力，顾好自己的道行，告诉自己不要因人因事乱了心啊，自己乱了方寸，又起退心，这就是拿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没有错，是对方不对，你没有不对，可是你拿对方的错来惩罚自己，这样就不对了。对，身处乱境的时候，更要加速精进了。你一退了，停在那里了就完了。你越精进，越早脱离险境嘛。所以不高兴的事情，不高兴一下就好；讨厌的事情也讨厌一下就好。喜欢的事情喜欢一下就好，不要长久放在心里面，这样才是随起随灭的啊。刚刚不是讲心上无痕吗？不自心中吗？就是这个道理嘛。这个是学习什么？去我执、灭我相最好的机会，也是学佛之后的自我验收。你学佛学这么久了，来考考看啊，看可不可以过关啊？过关了做得到了，就是潜藏涅槃的智慧了因此做志工之余呢，还要多闻法了。法入心虽然会让人精进但是道心脆弱而容易停退，就是法不入行有入心，但是没有入行，用不出来能做到法入心、法入行，才能够在碰到逆境挫折之际，懂得转念与转境把法拿出来用这个才最美的心地功夫了好，第7题，我是委员，常被人问到，慈济虽然是一个慈善团体，但却花了很多钱去盖净思堂或会所，难道不能够把这些钱拿去做慈善吗？这个其实是很多人在问其实我来跟各位好好解释一下，慈济的善款是来自十方，善款的使用必须遵照诚正信实的精神去专款专用。捐款者如果指明是要做本国的祭品不管是哪一国了那慈济就不能把它用在国外的建设或国外的救灾捐款者如果指明说我要做本地的建设基金像盖会所、盖净思堂就是建设基金嘛，那慈济就不能把它用在济贫或者医疗，人家已经指明我是要盖会所的嘛。捐款者如果指明要用在国际赈灾我想跟国际的灾民结好缘，国际赈灾，那慈济就必须将这个善款用在救援国际灾难，而不能把它用在自己国家里面的济贫或医疗援助或其他项目不符之处，不可以的。所以会众捐款给慈济盖会所的善款，慈济就要用在新建净思堂或会所的建设，绝对不能把它用在济贫或其他用途或慈善，都不可以的，不可以随便挪用的。这些账都要经过严格的查账慈济现在所用的会计公司是全球4大会计公司是很有公信力的以前我在新加坡也是一样要做我们这一种中大型的这个非政府组织的账那个会计公司不是普通会计公司因为他只要有做错账的话，他就会被吊销执照。所以新加坡能够做这种中大型非政府组织的那个会计公司都要很大的台湾用的这个会计公司是全球4大的，马来西亚的会计公司慈济分会也是用全球4大的，是Ernst & Young安永，叫做安永，也是全球4大的。这个都查账查得很清楚的，不是可以让你随便乱用钱的。另外呢，盖净思堂呢，不同于盖寺庙，全球各地的净思堂跟许许多多的社区的道场，实质上它就是志工菩萨的训练场，
是学佛、闻法、说法、传法的道场，不是观光的景点也不是让人家朝拜求佛的地方啊。这样的解释，希望大家都能够清楚了哈。其实就是这么样，很清楚啊。好，第8题哈，请问有抽烟、喝酒或其他不良习性的人，能否成为慈济人呢？如果可以的话，那这些人在外面抽烟喝酒，是不是会破坏慈济的形象呢？这样的顾虑也没有错了哈。但是顾虑太多，限制太多，扇门又打不开，也很难广度众生啊，对啊，所以这个人有他的理念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想放下身上的烦恼、忧愁、埋怨、习气等等，以及想改善或改变自己，才要来修行嘛。要将这些破铜烂铁、炼铁成钢，或者把它琢玉成器。就必须在这炼钢炉里面千锤百炼将这个玉石呢千雕万琢那这个就必须什么？靠名师就是我们进入菩萨道来修行的什么的目标嘛。持续推动各项的事业，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净化人心净化人心，除了广开善门、大开善门、慈悲为怀之外呢，当然还要恒顺众生、观机逗教嘛。有教无类嘛，孔子不是讲吗？任何人来，我们都可以教他的，不排斥任何人的。所以无论大小根器呢，全摄。这个就是佛法所说的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没有分别心的。贩夫走卒、达官显要都可以，因为人人皆有佛性，也皆能成佛。气度恢宏、虚怀若谷的觉者，那更是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而不舍众生嘛。能力不足的人，就是我们要鼓励的人；习气深重的人，就是我们要教化的人；身心苦难的人，更是我们要救度的人。所以，任何有不良习气或抽烟喝酒者，一旦有心要向善、要参加之功，慈济当然是欢喜接纳啦。不过，一旦进入慈济要来修身养性，就要心中有爱，行中有戒。除了守戒规之外呢，还需逐渐改掉不良的习惯、不良的习性。所以，总而言之，抽烟喝酒的人可以行善来做慈济，但是一旦成为慈济人，就不能抽烟喝酒好，第9题，慈济人的10戒之一是不参与政治。但我的老板，有人问但我的老板是政治人物，我加入公司后，马上被要求加入政党，请问这样有没有跟慈济实际冲突上人也曾经开示说到了慈济任何的志业体，我们不是有慈善、医疗、教育、文化吗？这个都志业体嘛。慈济任何的志业体呢，绝对不能涉入政治，不论是委员、慈诚或荣董，都不能以慈济之名来助选，也不能在慈济团体里面呢行助选之事。这是慈济团体的规定跟默契这一段是上人的开示。所以慈济对选举所抱持的原则是什么？不参与竞选，不推荐竞选，不助选，这是3个原则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你可以婉转向你的老板解释跟老板讲，我自己有参加修行团体，也有修炼的法门但是呢，我们可以关心政治，更要选贤与能，但不适合参与政治团体。跟老板好好的解释，如果老板能够体谅，就很庆幸如果老板以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强加在自己员工身上，这不是正当的做法了更不是公司的法规自己要懂得择良木而栖，择良群而居。如果没有这个工作不可，向外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甚至失去这个工作，也可能造成你的生活困境。这样你就是别无选择了无路可走了这个是自己的定业难转
这叫做无奈的人生呐。慢慢等哦。但是如果你能够积极的行善，也投入人群中去广结善缘，则障碍我们的逆缘就会逐渐减少。我们帮过的人越多，命中就有越多的贵人。那贵人多呢，助缘也多，终有一天呢，会否极泰来，就会有一条活路出来，也就会有更多转业的机会，离开这家公司嘛。也就是换到一家比较适合的公司嘛，这个你要有好的姻缘呐，所以叫有缘走遍天下，无缘寸步难行啊。缘在哪里？缘你要走入人群，跟人家结善缘，有贵人这是好办事情啊。有的是没有贵人，那小人偏多啊，这个更惨。好，第10题，为什么慈济人不鼓励参与政治啊？跟刚刚那一点类似的啊。慈济人既然心念纯正，那么就应该不怕被复杂的环境所污染啦，是不是啊？听起来好像也很有道理的哈，不过好像也不是这样子哦。这句话嘛，为什么慈济人不鼓励参与政治？慈济人既然心念纯正，那么就应该不怕被复杂的环境所影响啊，所污染啊。我回答他不鼓励参与政治，不是不鼓励，是不可以。不是不鼓励而已是不可以啊！良禽择木而栖啦，即孟母3000告诉我们环境对一个人成长过程的影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既然要修行，就要选择适合的环境来修身养性。虽然说了环境不能改变时，只好改变心境，这个是指无从选择之下的自我转念，也就是说，一般人讲的嘛，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但是为了防止修行人因不慎而落入伤害慧命的境地，佛陀早在2500年前呢就已经自戒了，对修炼者的言行呢做出预先防范跟约束。上人认为慈济人的修行需与时俱进，并契合时代脉动，所以制定了10戒嘛，其中不参与政治是慈济10戒之一嘛。修行你必须清楚自己的身心归一处以及安身立命之处，所以慎选去处也是十分重要的你要去哪里修行也是很重要政治有政争，会明争暗斗，尔虞我诈，这个跟修行要心宽念纯的目标呢有所抵触所以刚刚已经讲了嘛，慈济人可以关心政治，但不必参与政治也不要参选或助选。人在江湖会身不由己啦，要人在净土才会身心由己其实修行人不必为了要强调自己是一心不乱，我是一心不乱然后刻意去不适合的地方或去环境复杂或者是不亲近的地方，这个不是怕不怕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必要的智慧取舍，不要不顾一切了。对，要审时度势，慎某能断不要不顾一切。好，我们来一段顺口溜适当的场所我没时间去，不适当的场所我不方便去。有人说这样生活不是很没有情趣该去的才去嘛，不该去的就不要去，要善用时间，慎选去处，好来好去，用智慧去过滤时间跟空间，这样人生才会有生趣。只有情趣但没有生趣，生活会因缺少生机而终归很无趣这个是一段顺口溜了好，我们10题都结束了，今天我们的大哉问第12集到此结束，感恩各位的参与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感恩大家，感恩，再见。